业界的先进，还有线上的先进，大家好。那我是瑞腾创意的工程师郑明。那我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DMAX 相关的一些案例哦。那主要是着重在光路设计。那这些案例呢，主要是目前用在雷射切割机台的部分。好，那在讲解今天的内容之前呢，还是先介绍一下 ANSI 走。那 ANSI 在光学解决方案上面呢，我们 ANSI 有3套的光学模拟软体。那分别从最上面的波动光学部分，它是属于结构比较微小，像纳米等级的等等的一个尺度。那它是用我们的 Lumerical 来做一些模拟。那中间这个 ZMax 呢，主要是用在成像光学的部分，那可以提供使用者用 ZMax 上面的一些功能来去设计我们的镜头啊，或是像今天讲雷射机台的一些光路设计，然后甚至到一些成像系统等等，我们都可以用 ZMax 来做操作。那最后的话，像是最后的 ANSI Speos，那它是属于尺度比较大的，是属于几何光学部分。那我们可以在 Speos 里面做一些系统级的模拟，那把整个成像系统，或是把我们的 LED 面板等等的，或是车灯，我们都可以运用 Speos 来做模拟的动作。那我们在 ZMax 的一些关键的应用进展呢，包含像一些镜头模组啊，或是车灯的光学系统。那可能像大家有人知道一些 ADB 的车灯，那我们也可以用 ZMax 来做模拟。那再来是一些像 LiDAR 等等的一些车用的雷达，然后再来还有包含车用的 HUD，或是之前也很夯的那种元宇宙的 AR/VR，我们都可以使用到 ZMax 来做它的光路设计以及镜片的设计部分。那以及用 ZMax，它也有一些很强的优化系统，那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些优化调整。那在 ZMax 里面呢，它提供了光学设计所需要的一切动作，包含从一开始的设计，那也像我们透过它简单的一些按钮操作，那在中间我们设计完初步的光路，可以做一些光路上的分析，或是光线上的弱点分析。那再来的话，后面我们可以针对镜组或是它的位置，然后做一些优化动作。那最后包含像我们因为制程的关系，把它做成产品，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公差的部分，那我们可以从 ZMax 上把这些公差的数据导入进来做公差分析，然后最后它因为这个 ZMax 是一个很开放的软体，所以它在提供 API 的接口上也有提供很多的那个程式语言，可以供大家自己写成自己需要的功能的 API，然后来去做操作使用，那让你整个模拟会更加的便利的。那再来的话，进到今天的主题啊。那一开始我们会讲一下 ZMax 在光路上的一个设计方案。那我们今天是以雷射切割机为主题嘛？那现在目前以业界的话，它的雷射切割机的需求有像它可能需要很多的镜组在里面，那在里面会组成一个雷射光路。那光路打过这些镜片之后呢，它可以在最后产生聚焦，然后去切割你要的玻璃啊，或是晶圆等等的一个物件。那再来，因为如果你是属于外购的镜片，那可能那个镜片厂商他不一定会给你完整的数据或是完整的 CAD，那他可能会给你黑盒子的档案。那我们在 ZMax 也可以提供黑盒子的一个载入的动作，那它可以帮你保留光线透过这黑盒子的一个光线特性，但它要不，它可以保留那个 CAD 的一些隐秘性，那是确保一些厂商在设计上的一些隐私这样。那再来的话，机台上设计一个雷射切割机的机台，那它可能镜片很多，那目前可能至少以每台机台的话，至少需要10个镜片以上去组成它一个完整的光路。那 ZMax 在这个多镜片的部分也可以支持哦，所以我们在多镜片的话，也可以直接用 ZMax 来做整个系统的一个设置。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光速的量测。那
可能我们需要去量它光束的一个宽度啊，或者粗度。那再来是焦点，你在焦点上的聚焦点的大小，那对于镭射切割机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 ZMax 都可以做到这些量测的动作。那再来就是讲一下 ZMax 的特性哦。那 ZMax 它在 Lens 的资料库呢，它有提供丰富的资料库。大家可以看到，像图片左边这边，那你可以从这个下拉选单去筛选长板。那旁边它有一些提供资料库里面有提供很多的 Lens 的型号，那你可以借由你的 Lens 的特性，然后去输入一些筛选条件，或是你直接滑看你的型号是多少，可以直接选。那你选择这些音色之后，它就帮你把你的镜片放到你的那个设计的页面里面，那就可以直接产生相对应的 Lens 的一个物件出来。那除了使用内部的资料库以外呢，我们也可以上这个 Lens 的一个网站哦。它有些网站它也会提供一些完整的 Lens 的数据，然后甚至它可以提供你 ZMax 的档案。那我们可以去把 ZMax 档案载下来之后呢，再透过我们 ZMax 把它做开启，那也可以直接完成一个载入的动作。所以我们不只可以用外部的资料，那我们可以用内部的资料来做载入。那载入进来的话，一样，那是可以去产生一个 ZMX 档案，那直接给提供使用者来做载入。那再来就进到今天的正式的光路的一个说明哦。那第一个案例的话，我们是采用这个准直光，一个准直光打过一个这个 bezel lens 之后，然后中间一个有准直透镜啊，或是聚焦透镜的组成一个光路。那最后我们需要在最后的一个聚焦位置，然后我们需要去量测它大小等。那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 lens，就是借由刚刚的 lens 载入方法，那把它载进我们的 lens data 里面去建造这个一个完整的光路。那在 lens 里面呢，它是用数据的方式来做建构。那你可以去输入你的 lens 的尺寸啊，然后还有它的曲率，然后是它的圆锥系数等等的一些参数都有包含在 lens 里面。那这些系数呢，我们就算从它的资料库载进来，那我们都还是可以直接在操作页面上做修改，这都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就可以去建构这个序列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它一个完整的光路。那我们建完初步的光路之后，可以稍微做一下结果分析。那 ZMax 在结果分析上面也有提供很多的图表，包含像 MTF 啊、Spot Diagram。那 Spot Diagram 可以分析它的一个光束的落点。那再来还有像 Footprint Diagram。那 Footprint Diagram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光束打过我们的系统之后，它最终它的一个光束的直径半径是多少，可以就有这个 Footprint Diagram 来得到。那后面还有包含很多像有需要去量测 distortion 啊、畸变长曲等等的参数，我们也都可以从这个 ZMax 的内建功能来做开启。那除了前面讲的非序列模式之外，我们还可以，序列模式之外，我们还可以转到非序列模式。那转到非序列模式，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前面所建好的光路做重建的动作，我们直接透过上面的这个 convert to NSC group 这个按钮，我们可以一键帮你转到非序列模式。那非序列模式它的优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光路的部分可以载入自己的 IES，或是一些自己的光源档。那放进来可以模拟到更加就接近你实际状况的一个光路表现。那这个就是我们把前面在光路设计一模一样的一个光路光路架构把它放进来，那再结合上一些我们所设定的一个面光源，然后以及它的一个材料特性一起设定上来之后，可以做一个分析。那放进来之后呢，它在最后接收器的部分，在接收器的部分的话，飞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它是用坐标来做定位，所以你在最后侦测它的去侦测它的焦点的时候，我们不只可以是垂直于光路的接收面，我们也可以是平行于光路的接收面。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它聚焦的距离大概会耗费多远。我们可以用那个平行的接收面来做侦测。那这是我们最后设一些 sensor 的一个示意图啊。那可以看到前面我们在中间第一个 sensor 的时候，我们设一个在准直透镜后的一个 sensor。那可以看到说它可以侦测到这个光路的一个特征，就是说
它在准值后，它可以呈现一个甜甜圈的光型出来。那最后做到聚焦的时候，垂直的聚焦面它就是很明显，它就聚焦成圆形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声来去把它做显现。那再来是最后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它可以去做一个平行于光路的一个 sensor。那这 sensor 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总共聚焦的距离大概耗费多远，可以透过这个平行的 sensor 去做一个量测的动作。哦，那这个在雷射切割机台就比较重要，因为他们的如果焦点太大的话，可能会造成它切割的那个表现会不准，或是它会造成一个那个聚焦点太大的问题，会造成旁边有一些溶解的部分，所以他们会针对这个聚焦点去做量测，然后再去做一些优化动作。好，那刚刚讲到聚焦优化，那我们在这边 Nimax 里面的其中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优化功能。那在优化功能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刚刚设计的地方勾选我们想要让它优化的一个参数。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优化精灵。那优化精灵打开之后会像左下图这样子，它会是一个表单的形式。那在这个表单形式，你可以快速的去透过表单输入，然后去输入说你想要的优化特征。像这我们是想要优化它聚焦嘛，那我们可以透过这表单来做快速的设定。那它会快速设定完之后，它会帮你生成右下图这种，它都会有一些目标的函式。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函式以及上面的一个变数的选择，然后去做到优化的动作。那这边举个例子哦，它像我们这个一个聚焦透镜啊，那它现在是聚焦在一个玻璃的前面，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设计光路呢，它可以聚焦在玻璃的后面，所以我们透过我们刚刚优化的一个设定，然后去把我们的 lens 的距离当做我们变数，然后让它去做到一个就是找到一个可以聚焦的最佳的距离。那再来的话是第二组光路的部分哦。那第二组光路的话，我们是有包含 black box，就是说我们在前面一样是一个准值透镜，那中间有一个 M1、M2，按说我们可以在光路中间加入一些 mirror，或是加入一些透镜等等。然后最后这个黑色的长方形，它是一个 black box。那我们在光路的设计中，我们可以把 black box 塞进来，那它可以帮你保留 black box 它里面的那个 lens 的光路的原本的形态，然后帮你去做显现。那 black box 载进来就是像这个图这样哦，就是说我们把 black box 档案通过档名的方式去做拉一个连接，然后拉进来之后，我们在 Limax 3D 图上面就会秀一个这个空格的状况。那这是我们所谓 Play Bus 的显现方式。那可以看到我们准时光过这个 Play Bus，它是有达到聚焦的效果。哦，那代表说这个 Play Bus 是有用处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Mirror 的部分。那因为 Mirror 的话，可能在你的光路设计，它可以是协助你做光路的反射，然后去改变它的一个角度，光路行进的角度。所以我们在 Limax 里面，我可以透过坐标轴转换去设定不同角度的一个 Mirror。那你看到说这边我们是设两个 Mirror 进来，那 Mirror 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是像这个图形这样，就是把它转了2个90度，它转2个90度之后去打进到背棒子之后，最后出来做聚焦的动作。那在这个 mirror 呢，因为我们要跟实际的一个机台去做搭配嘛，所以我们在这个 mirror 的设计呢，我们可以去设计一个多组态的一个模式哦，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由这个组态的输入，去调整说我们不同的 mirror 角度，就是不同的 mirror 角度对于这个光路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在 Limax 的多组态呢，我可以设置好几个组态进来，然后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 mirror 改变的角度。那我们这边输入不一样的角度之后呢，那在3D 图的部分，我们可以一次把它秀出来。那这样你就可以以叠图的方式来观看，说你的光路打到不同角度 mirror 之后产生出来的样式，它到底差了多少？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打出来的不同的光路，然后去做一些量测，去把它实际的
误差值把它量出来，然后再去做一个修改的动作，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关于 DOE 的部分。那 DOE 的部分，我们在 Vmax 也可以做到 DOE 的设计哦。那 DOE 的作用呢，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改变它的焦距，或者改变它的一个光斑的分布。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光斑做均匀化，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光斑去做塑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说从圆形变成方形。那这是我们 DOE 的一个 DOE 元件的一个应用。那这 DOE 元件，我们在 Linux 也可以去做一个设计的动作。那第一个的话，主要是我们透过 DOE 元件，然后来去做一个色差的优化。好，那 DOE 色差优化的部分呢，我们是使用 Vmax 里面内建的 Binary Two 的一个面型。那这个 Binary 呢，它是可以用相位的方式去描述你这个面型。那这个面型呢，可能是具有微结构的变形，像 MetaLens 等等的这种属于多种不同微结构所拼凑而成的一个面型。那我们可以通过 Binary 这个面型来去做描述的动作。那这个 binary 我们就可以透过它的相位来控制它光线的一个去打过这个面型，它可以呈现不同的一个角度这样子。好，那旁边这个三角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如果单纯设一个透镜，然后对于不同波长，它其实会有不同的色差。然后如果是一个单纯的 binary，那它也会有不同，也会产生色差的状况。那我们把这透镜呢加上 binary 去做结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改善它的一个色差。那我们在色差优化的话，必须就是环境我们一定要有不同的波长来做设定。那我们设定完波长之后，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Ramin 来去做一个那个它的演算法的校正。那校正完之后，再来做一个色差优化。那这是一个消色差前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到最左边那张图，可以看到三个波长呢，它的线是完全没有交集，也就是说它的色差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把这个 binary 的面型呢，现在还没加上任何结构，所以它相位的部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凸起或是凹下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通过色差优化，那色差的话，我们主要是要让我们三个波长的一个光线做一个聚焦动作，然后聚焦在同一个点，然后去改善它的色差。所以我们在色差优化，我们使用聚焦的一个模拟、聚焦优化方法来去做设定。那可以让消色差后会长像这样子。那我们的消色差后呢，我们其实是改变它 binary 的面型的一个排列方式，也就是它 binary 的参数的部分。那可以看它改善后，它的一个最左边那张图，三个颜色它其实有做一个聚焦，有做一个交叉。然后再来的话，它的一个差距呢，都落在0到1之间，就是它的差距其实很小的。那跟刚刚前一张图来说，它就有明显的改善它的色差的一个部分。那中间的话就是它的相位的一个部分啊，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透过这个相位，我们可以去知道它的一个结构状况。那我们把这个相位呢，把它变成一个 raw data 之后，那原厂也提供一个这个 raw data 的一个转换了，那它可以透过程式码的方法，帮你把这些 raw data 变成它实际这个面型的一个结构形状，然后去做一个产出。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光斑的优化，那我们使用的是 Bimap 的优化的方法。那光斑的优化呢，它其实我们这边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个原本的高视光，它是呈现一个圆形的一个分布。那我们目标光斑是说我想要把这个高视光打过我的 binary 之后，打过我 DOE 元件之后，它可以变成方形的一个样式哦。那我们这边就是一样是透过 binary 的方法来去做模拟。那我们在优化的时候呢，它会帮我，就是说它可以帮我在这个相位的部分做重新的排布，然后去得到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造型。那我们在做这个模拟的时候，就是有几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sensor 的话，它一定要是矩形的，或是可以侦测颜色，
那再来的话就是 Bitmap 的优化，它是跟尺寸有关，所以你的尺寸如果就是 pixel 数如果设的越大的话，那相对它的一个目标就越多，那你在优化上面它耗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它的计算方法是根据各个 pixel 来去做计算，然后所以你的各个 pixel 的一个光线分布，它会去重新的做优化的动作。那这个光斑的优化呢，它是在非序列模式下进行。那刚那些聚焦都是在序列模式，那我们这个 Bitmap 是使用非序列，那我们一样设光源，然后我们的 Bitmap 面型，然后做一个接收器。那我们以 Bitmap 面型的一个系数来当做我们的优化变数。那最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果。那最后它是我们在Bitmap面型的前跟后个别设一个 sensor 去侦测它的一个相位。那左边那张图它是有点中间橘色的部分有点方形的状态，那旁边有点红色，就有点像我们显现光晕的部分。那后面的话一样，它也是一样呈现中间有点方形的分布。那最后呢，我们把它透过照度接收器来去做侦测。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从原本的高视光，然后最后优化完，那它是呈现中间这张大图的部分，它是呈现一个中间它是方形的强光，那最后外面有点光晕的产生。这是我们通过 Bitmap 的优化方式来去做的模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后优化后的一个剖面图，那它是有呈现方形的一个效果，那下面稍微凸起就是旁边光晕的部分。那我们这次的优化的一个项目呢，它就是有14个变数，然后下去一起做优化，然后可以优化出这个就是它会帮你重新排列光线的分布，然后最后得到这个就是方形的一个结果。那以上是光斑优化的部分，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